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非常快的，我们就来到了7月份。那过去的6月啊，不知道大家过得怎样呢？那就我本身而言啊，我是觉得效率呢会比较低一点点啊。那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呢，上个月份的这个火的能量啊，对我来说呢还是太多了。那虽然呢我已经有一个觉察了，我也提醒了大家。但是我还是自己发现啊，这个火的能量非常强烈的时候，它让我啊，尤其是在要有结果或者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更加变成一种欲速则不达的结果。所以呢，就好像你很想做，你很想快点完成，但是你反而做不到，然后呢，你会继续的打击自己啊。那我本身呢，是因为是属马的，所以呢，这个马月又是自行的一个月份，所以呢，会有更多的这种自我打击或者自我折磨的一种想法。所以呢，过去的6月啊，对我来说呢的一个成果或者一个进展呢，都比较缓慢，也没有完成所谓太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对我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就让我重新有一个观察的一个月份。观察什么呢？其实就是去思考啊，我接下来这半年呢，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就会为自己呢来做一个总结，就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我很多的自我内心的一个思考。还有去反省啊，反省呢也是一种自省的过程啊。那我到底呢，接下来要创造什么？我到底要往哪里去？当然呢，这个月份呢，我也让我学习到呢，就算呢我们懂有这个能量，但是呢，它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反应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我时常都提醒我自己，这个月份的能量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要好好的去接受它或者迎接它，然后要如何去把它做一个转换啦。好，那这个呢是我上一个月份的一个小总结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那欢迎在下方让我知道。那这个视频的重点啊，其实是我们要来看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又会进入怎样的一个能量，然后我们要留意要怎样去转换这股能量，或者怎样去运用这股能量呢？好，那这个月份啊，我们7月份呢，就是所谓的乙未月。那乙呢是属阴的木。那未啊本身里面有的一个主气呢是己土，己土呢也是属阴的土，所以呢在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面啊，木呢是克这个土的，所以我们天干呢会去克这个地支。那它代表的这个月份呢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那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这个未月啊，其实呢它还是属于所谓夏天或者这个火能量很强的一个月份。虽然呢这个未月它是土，但是呢它还是所谓夏季或者这个属火的这个季节里面的土。这个未月呢，它的一个土的能量呢，就好像沙漠或者非常炎热的一个土的感觉。那再加上呢，我们的丙火，还有我们这个月份呢，它的自己所谓的本身的一个八字啊，那其实呢，它的火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旺。但是呢，它跟上一个月份的差别在哪里呢？那其实上一个月份呢，它的火是非常的张扬的，非常的明显的，因为我们是木生火，所以呢，那个火是非常的扩张，非常的明显给你看到。但这个月份呢，它的火呢，全部会去收入这个土里边，就好像我们不断的加热一个泥土，或者这些大家有去做那些陶土吗？所以我们在要去烧制那个陶土或者那一些粘土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加热，对吧？我们那个泥土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干，非常的热。那甚至呢，它是储存了很多的热量在里边。
那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它的一个总体的感觉呢，也会是这样的。你会感觉啊，很多事情呢，也是有一种焦躁，有一种很不耐烦或者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你是在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感觉，它没有这么的明显或者张扬。那你时常呢会觉得我要把它克制，或者我要把它压抑下去，我甚至呢要把它忽略掉，我不要去认同或者去说它这个感觉是存在的，我要把它忽视掉。但是啊，如果你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的话，它虽然短期里面你不会爆发出来，但是呢，时间长了，你不断的好像一直压这一个非常热或者非常焦躁的这种能量的话，你不断的压，不断的压，那它总有一天它会爆开来。那爆开来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的土啊，我们的石头还是土呢？我们不断的加热的，到最后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啊。它就好像变成一个熔岩这样子。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你就会在我们的现实层面呢，它就会代表的是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健康问题啊，或者你的事业、家庭呢，就变成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因为你不断的去压制它，不断的去压制它。我们要做的反而是适当的去把这个热气或者这个火的能量呢，做一个疏导，做一个抒发。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月份呢，大家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做多一点属木的活动。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我们要更多木呢？木不是会生更多火吗？那它不是会继续声旺或者造成这个火更加的强吗？对，是没有错。但是呢，它同时间啊，因为这个木呢，它其实是克这个土的。那当它克这个土的时候，它其实会让这个土呢的能量好像变得比较松动。那它比较松动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出来，或者表达出来，或者呢，你可以抒发，然后你可以释放，然后你可以调节这个温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做木的事情呢是什么啊？尤其是乙木的事情。那乙木的事情有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些比较伸展的运动，可能瑜伽啊，或者你做一些拉筋啊的运动啊，它代表呢也是跟人的一种连接，一种关系。那所以呢，如果你多一点出去跟人家交流，跟人家有一些社交啊、活动啊、社群啊，那这个呢也是对你呢会很有帮助，在这个月份。那另外呢，乙木啊也代表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你跟别人的一个关系是如何。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也要特别的去照顾好你跟其他人的一个关系。那当他们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好像support 一个资源，一个很好的支撑你的一群人的话，那其实呢，你很多积累在里边，就好像这个己土啊，非常热的己土呢，它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调节的一个过程啦。OK， 所以呢，主要啊这个月份呢，它的能量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比较留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有策略呢去调节它。那这次呢，我也是会按照5个日主的组别啊来看他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是什么啦。那首先呢，我会说属木的日主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其实啊，你们本身呢是比较可以或者比较好呢，可以去应对这些情况的。因为我刚才说呢，你们要用比较多乙木的一种能量来调节这个位月还有己土的这个压抑，对吧？所以呢，你们本身是木的日主的话，那其实呢，你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做到。那你们要的一样的，就是要照顾好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社群啊，你们的人际关系啊。那可以的话，跟别人多一点交流，然后表达你内心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让更多的东西啊可以表达出来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对你来说啊就会比较容易度过，或者呢你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点啦。
那第二个组别呢，是我们所谓的火的日主的组别，那就是丙火还有丁火。那这2个组别呢，会在这个月份呢，会算是比较痛苦一点点。那因为呢，你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积累，而且这个积累呢，你会觉得是你想表达，或者你想说出来，但是呢，你说不出，你就算说了，好像倒进泥土里面，或者被埋在土壤里边。那你无论说什么呢，都继续的去加深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你越想要表达，你越表达不到，或者别人呢根本不能理解你到底要说什么，或者他也不能理解你内心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火的日主会比较痛苦一点点啦。那但是呢，也不是说你们完全不能做东西啦。那我还是会觉得呢，你们要更多的去懂得如何去调节这个表达与别人如何接收你的讯息的那个落差。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痛苦，或者所谓的内耗或者这种期望的一种落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表达了出去过后，那别人一定要理解或者可以去聆听。但是有些时候呢，别人有时候并没有那个义务，或者他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理解你要表达的东西。那尤其在这个月份，所以呢，我会说就放轻松一点点。那不要呢太执着，要把你的想法或者意见呢100%就一定要传达出去给别人知道。那偶尔呢就让自己静下心。那甚至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你的日记，或者做一些简单的书写抒发，这样子来帮助自己调节内心的这一个焦躁或者不舒服感。那这个月份呢，也是可以很好去度过的。那第3个组别呢，是我们的土的日主啦。那土呢，跟火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它也是陷入一种比较难表达，或者去彰显，或者去抒发自己感受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他更多的是他觉得他自己呢没有那个位置，他感觉太拥挤了。因为我们这个月份呢是火跟土都很强，那我会说土会更加为主导，因为所有的火呢去强化这个土。所以呢，你本身是土的日主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我变得没有空间，因为土太多了。那可能你无论要去哪里，或者你要做什么事情呢，都好像有人来跟你争一杯羹或者来肘击你然后要来跟你挤要跟你抢那你时常会觉得好像你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又做不到，你好像就卡在那边，好像这个空间非常的拥挤。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也是非常的容易，其实就是你自己创造一点的空间给自己。那所谓的创造空间是什么？就是可能你可以先抽离一下，或者呢，在一天里面，你需要为自己创造一点的空间，一个空档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你确保真的没有其他人，没有你的孩子没有伴侣没有同事，没有老板，什么都没有，只是给你自己。OK， 那这个时间呢，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那很多人呢就喜欢做什么？可能去按摩去做飞手做脸或者去，总之是他们自己非常享受、非常喜欢的一个时光。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啦。那我去觉得，总之那个重点呢，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一点的空间。那这个月份呢，就会让你感觉比较舒服了，比较 OK。那第4个组别呢，是我们的金的日主。金的日主呢，在这个月份会感觉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难受一点点。那如果你说排名他们是属于在第3吧，在中间，他们不上不下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一种情况呢，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呢会感觉啊很多外在的东西好像挤压着他。那这个挤压呢，它又不是那种所谓的压力，或者呢别人对你的一个要求，而是呢你自己啊本身呢去接收太多别人的可能他的一些想法啊，或者呢他的情绪、他的意见，或者甚至我们现在有科技有手机，我们看太多社交媒体，那这些呢都会在你的大脑里边形成一个好像包袱，形成一个重量在那一边。它并不是一个老板突然间跑过来跟你说，哦，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你自己很无意识的不断的去接收这个外在的一个讯息还有能量，然后全部堆积在你的大脑啊或者你的身体上，然后让你呢感觉太过沉重了。或者呢，你根本无法行动，无从下手，要怎么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 ，OK？ 所以呢，解决方法是什么？那其实也是很简单，你要做一点的 detox， 你要做一点的排毒。那怎么做排毒啊？就是把你的手机真的关机一整个晚上。OK， 或者呢，去给自己断线几个小时，可能你是去做某一个活动啊，去散步啊，还是什么？总之呢，就是不要再接收任何的讯息，不要再接收不要去学习，不要听 podcast， 不要接收任何的讯息进来，那你就可以开始好像排毒，或者你可以把这些重量开始放下来。OK， 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是需要时间去处理这些讯息的。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时间，不给他们一个过程去处理的话，那你只会堆积在你身上，然后到最后是压垮你自己啦。好，那最后一个组别呢，就是我们的水的日主。那水呢，在这个月份啊，其实还算是很不错的。那如果说要排名的话，我会说算是排在第一或第二的日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样的，它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平衡掉这个火太强烈的一种能量。那对他来说呢，它可以让它达成一个比较平衡、比较调节的一个状态。那但也不能说你们完全就是没有问题啦 ，OK？ 因为火太强的时候，还有土这两个能量太强的时候，那它会造成这个水的日主呢，你们会觉得自身的能量不足的一种状态，因为呢，你要耗掉很多自己的一个能量去应对、去反映这些外在的能量，你。水需要克火，然后土呢又克你，所以你有很多这样子互相克来克去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会说在这个月份呢，我认为水的日主呢，你们虽然是比较 OK 的，但是你们还是要比较留意自己的一个能量状态。什么是能量状态？就是你一天起来，你是感觉很有精神吗？还是你觉得非常的累，就算你已经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但是你还是很累。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那肯定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说这个能量呢，在你身上很无意识的产生了一个影响。所以呢，你要去更加的去留意，为什么我已经睡这么多了，或者我已经有足够的休息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子？那你可能就要去思考我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去继续的提升，或者去保护好这个自身的一个精神状态。那水呢，你可以做更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水的活动咯。那你可以去散步啊，去做冥想啊，做一些让自己可以静下心来，比较有一种凝聚或者比较休息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你也可以选择去一些有水的地方去活动一下，去游泳还是什么都可以。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容易保护好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那当你去好的能量足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应对这个所谓这个月份的一个状态了。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这个乙未月将会带来的一些挑战，还有我们5大组别的日主啊，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应对这个能量啦。OK， 好，那希望呢大家喜欢我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欢迎大家呢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当然，这个视频呢也不是在这里结束，因为我还会有另外一个视频呢，是来谈这个月份我们要怎样去用它的一个风水方面的一个能量来帮助自己，进一步的帮助自己啦。那大家呢记得留守，然后去观看那个视频。好，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